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8缸分油盘，从新北市来的 W126的560 SEL 的8缸分油盘，在整修之前的测试。这个分油盘呢，是由很漂亮的 W126的560 SEL 上面拆下来的。这部车子跟大哥渊源很深，大概在2年前，经历历经波折，找到张大哥，把分油盘弄好了，但是它引擎是全部烧毁，只有3缸有缸压，其他5缸完全没缸压。后来换了引擎之后呢，跑了一阵子。在大概半年前，引擎烧掉了。其实应该叫做水冲，也就是说，冷却水跟气缸打穿了打穿了造成水冲。水冲修过之后呢，又开了一阵子。大概在前3个月前3个月的时候呢，因为内链的那个。滑板断裂，导致内链把气缸壁的盖子打开，把那个气缸头的盖子打破了，又换了一个引擎结果换上去之后，引擎并不顺那结果大哥发现是它分油盘已经又被污染了这是整整已经快2年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污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1分钟的全油门的标准出油量应该要在180、190左右经过这份油盘经过2年以后呢，它也经过2次的更换引擎分油盘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为什么第2次等于说换第2颗引擎2年来换了第2颗引擎之后呢，造成现在引擎并不顺畅，抖动得很严重。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分油盘出现了问题。标准的缸压应该在180、190左右。我们来看看它。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130，第2缸135，第3缸150，第4缸140，第5缸135，第6缸125，第7缸130，第8缸150，跟厂方要求的180到190，这个如果130做标准的话，那就差了30ml所以造成供油不足。而且它的出油量高低也不齐，所以这个引擎抖动。原因就是因为经过2年来以后，换了2次引擎来之间可能油箱也有污染造成它供油量不足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02624的 W126 560的 V8 分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大概都在130、140，跟厂方要求的180、190都差了将近快40-50ml，导致于它车子怠速也不稳定，
因为它刚换了引擎这个分油盘以前在2年前大哥整修过因为它换过2次引擎之后呢，在更换的过程中，也许会有污染造成它分油盘它的供油量又不足。那大哥整修好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厂方要求的180、190左右。OK， 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那因为这个老车经过30多年，就像我们楼上顶流的水塔一定会有很多脏的东西。那油箱就也变成污染源，就像水塔一样，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堵塞了。这个分油盘呢，大概在2年前整修过。因为这部车子它车主很有爱心，把整个车子内外的皮椅都全部都换掉，颜色也改了，然后连大牌它也重新烤漆，因为它是旧大牌，这是很难得的。这是他阿公留下来，他为了要让他阿嬷有良好的回忆，所以希望把这部车子好好的整修一下，让他阿嬷在这个有生之年能够有很好的回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170，第2缸170，第3缸170，第4缸175，第5缸170，第6缸170，第7缸180，第8缸185。厂方要求的是在180到190之间。那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75左右。这个比我们预期的稍微低。OK， 那大哥会在引擎测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做一点点小微的修正，但至少它已经很接近厂方所要求的数值，而且很平均，数值都很漂亮。以厂方要求是15%以内，我们的误差大概在3%左右，3到5%之间。我们下个阶段要来做一个10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02624的 W126-560的 V8 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是主要在测试我们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这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是更重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等大哥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02624的 W126-560的 SEL V8 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205，第2缸203，第3缸205，第4缸200，第5缸195，第6缸195，第7缸200，第8缸20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大概也在3%以内，曾经也是非常优秀。那我们在全油门测试的时候，我们有发现第7跟第8缸它出油量比其他缸数都稍微多了大概10ml 左右，
但是在全油门在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时候，它的测试数据确实非常一致啊，跟其他缸数非常一致。那其实这个因为经过这分油盘是经过30多年的使用啊，那里面的元件难免会有误差，没有办法达到说全油门跟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是一模一样。这几乎是以机械式的东西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机械式的东西是弹簧、齿轮跟螺丝所组成的，啊，绝对不可能。那电子式的话也是很难。那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怠速的，这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数值大于全油门的数值，因为它绝对怠速的稳定性。啊，今天这个分油盘终于又被大哥整修了，这应该好像是第3次了吧？因为它其中有一次是2次污染，然后又整理了油箱，那现在终于把它弄好了。我们期待这个分油盘的引擎测试吧。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